阔的天空，挣脱怀抱，张开了翅膀，我们飞向希望。就算跌倒，不怕嘲笑，继续奔跑。就算烦恼，不会逃跑，坚持到老。失去了全部，还有骄傲。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去找。对酒当歌，要深造，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我们前程知多少？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对酒当歌要深造，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我们前程知多少？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我叫的外卖。奶奶，好久没吃油条了。哎呀，油条好啊！又写了一根。妈妈，我跟你聊件事儿。你专业的事情啊，我们呢也不是说非要管，毕竟我们知道的东西也是有限的。我们呢也老了，很多东西呢也没有你懂得多。要不然你跟我们好好的说说国贸专业。哎，你要是不说的话，妈妈就认为你没有办法反驳。我说，那你说吧。我选国贸专业不光是因为喜欢，我也是做了很多功课的。我们专业可不只是学些皮毛，我们要学的有对外经贸的政策、方针、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则，这些东西只要是以后我搞金融一定能用得上。再说就业，这些年来那些涉外合资的企业很看重我们专业的毕业生的，专业细分也越来越有针对性了。是，金融也很好，好不等于合适啊，对吧，妈妈？你看你上次看中那个大衣只有 S 码了，你穿XXL，你不能因为好看就往回买吧，是吧，爸爸？谁穿什么XXL 啦？我就是说，妈妈，你不能光看网上说的那些，毕竟我自己还要再学2年呢。你真的想好了？行吧，就听你的。你们俩不劝我了？不劝了。我就跟你说啊，不要以后失败了哭着喊着的回来找我们。哎，女儿啊，只要你自己有信心，爸爸妈妈也有信心啊。我肯定有信心啊，爸爸。吃饭。谁啊？谁啊？名校本心。我看不像。哎，你还知道回来啊？昨晚干什么去了？你爸说他一直在等你，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小伟，手指呢？小伟，你还没有回来吗？人家回来都是帮着家里做家务，你呢，一天天的就知道玩手机、打游戏，连地都不扫。我出去买菜，你把家里给我打扫干净啊！多大的人了，还这么邋遢，穿着睡衣就往外面跑。
把衣服都给我换了啊！大过年的也不知道把自己弄干净点儿，照这样怎么找女朋友啊？哎呀，早点开学，早点回学校。早上就该多吃点。你说大过年的这年夜饭，我要是咽不下去，哎，我可跟你说啊，今天可是我们闺女啊第一次做饭，就算再难吃我们也得吃，就算是猪食我们也得吃，听到没？哎呀，猪食，哎呀，别吃，放回去。爸，你说这一天就知道打扫，扫的、擦的，这都比舔的干净了。你专业的事解决了，你妈就少了桩心事，这不就忙着过年了？要不你回头跟她说，你又换专业得了。不是，那也不能不管咱们饭啊，咱爷俩晚上吃啥呀？不就一顿饭吗？我来。哎，稍等一下，还有，哎呦，好了，哈哈，结束了，快来吃饭吧。哦，吃饭了。哎呀，女儿做的年夜饭，这能吃吗？别客气，坐。啊，坐。妈妈的，宝宝的，老爸，你给老妈洗澡。好。哎呀，可把我累死了。来，吃。哎，吃。动筷子。你吃呀。我刚才尝过了，很好吃的，好不好？尝尝。好吃。太好吃了！哎呀，女儿啊，真是太好吃，你太辛苦了。大概这就是天赋吧。真的好吃哎！来，犒劳我们的小大厨，新年快乐！爸，这菜就算再难吃，你也不能只喝酒啊！让我妈知道我又纵容你偷偷喝酒，回来又该骂我了。你能读自己喜欢的专业，将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大高兴。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之前跟三叔合伙来家里演出戏，那是你妈的意思，我心里一直认为你就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您这是从小立志去国企，从此风生水起啊？幼稚。当年我玩音乐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董小姐追着我跑呢。玩音乐？是啊，爸，这几个菜也没喝多吧？你等着。看看。哇，天哪！爸，想不到你也是个有故事的男同学啊！那个时候啊，跟几个哥们儿组了一个乐队，整天风里来云里去，唱的那叫青春无敌呀。你妈当年就是看上我这放纵不羁、爱自由啊。哎，那您怎么后来去国企2点一线了？还不是你小子出生了呗？我们那个年代哪像你们现在这样
音乐玩的再好，也挣不来你的奶粉钱呐。那我妈能同意吗？你妈一直很支持。以前啊，总以为音乐是我最重要的东西，但后来才发现，你们才是我最重要的。新年快乐啦，肉团子！干嘛呢？这么久不接我电话？我刚刚给我们家两尊大佛做了一桌满汉全席。我说，就算阿姨不同意你选择的专业，你也不用这么为难她吧？谁说的？我做饭可好吃了。再说了，我妈同意我选国贸了。真的？你怎么给她洗脑的？当然是凭借你御姐出色的应变能力，还有出色的那个讲解能力，一系列非暴力措施，然后就同意了。你呢？你那边怎么样？我爸妈还是觉得想让我选择编辑方向。虽然最后的决定权在我这儿，但我还是得说服他们。哎，他们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事态严重。哎，我觉得这事儿吧，还是得靠你自己。哎呀，我也好纠结呀。你笑什么？怪瘆人的。没事没事没事，我突然想到一个笑话，一个胖子从20楼摔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啊？肉团子呗。再见，朋友。楠楠，出来吃饭吧。来吃吧。昨天你大晚上的跑出去啊，我和你妈都很担心，以后不能这么任性了。如果你提那个创业的事情啊，我和你妈都已经商量过了，我们觉得不是不可以试试。你的意思是？但是前提条件啊，我要跟你说清楚。第一啊，这个创业投资是有风险的，头1、2年的这个投资回报比啊，都是亏损状态，所以我跟你妈呀，只能承担你2年的创业风险。如果2年之内你还没有任何起色，我们就此作罢。爸，第二点呢，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商量，不能动不动就跑出去。第三，吃饭吧。来吃吧。多吃点儿，这是你爸呀特意给你做的，谢谢爸妈。用的呀还是你买的酱油。妈妈，我准备好了，咱走吧。你特产少拿点哦，我上次拿那么多室友都不爱吃。出来了。妈妈，妈妈，我跟你爸去三姨家打麻将，你自己打车去车站吧，路上小心。我让你不管也不是什么都不管啊。就给100块钱，去车站要150啊！我半道下来自己走了，抠死！哎，小鱼，小鱼，你怎么在这儿啊？叔叔阿姨好。妈妈没送你啊？没有，我自己正打车打算去火车站呢。那我们一起走吧，刚好我们要送楠楠。快上车，上车呀！谢谢阿姨。谢谢叔叔。
哎，楠楠，你一会儿到了学校，记得先把被子拿出来晒晒啊。这一个假期啊，都是味儿。还有最近这个天啊，还是很冷，一定记得多穿点啊，冷的可不能吃。爸还是把你当小孩。哎，小鱼啊，哎，我之前听你妈妈说你也在辩论队啊，是不是跟我们家楠楠在一起呀？我也在辩论队，但我俩不是一个队的，他是校队，我在另一个队。哦，这样啊。哎，最近实习有什么规划吗？我才大二，阿姨。哎呦，你看，阿姨都给忘了啊。那你现在应该也准备考专八了吧？专八蛮难考的，得好好准备啊。4级刚过。啊。这次可不是我故意的。奖励你的。就这点啊？我可是穿着睡衣坐了1夜大巴车去看你的。我也想你了。哟，没想到过了个年，你俩更激烈了。你越来越帅了。送你的。谢。那我的呢？50块钱，谢谢。你们家这可乐是大明星喝过的，怎么这么贵呢？你亲爱的儿子在这儿半个月的伙食费不是钱呢。行了，你们俩继续吧，我去后厨准备一下，马上营业了。哎，群里发信息了。这辩题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哼，都是经历过家庭心理防御战的人。温宁。南北，我想着，要不咱们跟大家坦白吧？你不还说怕咱俩万一那啥，对辩论队有什么不好吗？想开了？我主要是觉着，不太可能有万一。抱歉啊，瞒你们这么久，我们俩在一块儿了。哦，你们这是什么反应啊？我没骗你们，我们真的在一块儿了，真的。啊？怎么了？小鱼，你知道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很想得到一个东西，突然有一天你终于得到了它，但是你心里总会有一种……我懂，空落落的。王楠，我说两句。你俩不是一直在一块儿吗？谁跟你说一直谈恋爱了？哦，我以为你俩一直是一对呢。拉倒吧。不好意思啊，来了。怎么了？你气氛这么凝重？南北说他跟小鱼在一起了。哦。那个这是什么叫在一起啊？就是他们俩谈朋友了呗？那你们怎么还这么镇定？我们考虑。哎，我们来看一下资料吧，好吧？来吧。那个，我们下。这次的对手是东港交通大学，很厉害，大家要重视。而且本次比赛在赛制上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在赛制流程上取消了传统的立论质询攻辩环节，而改为了1、2辩分别进行选择申论或者质询。如果我方选择了质询，那么对方会选择任一辩手接受质询。那我们这样还可以提前试一件
看看他们的本事啊。你傻呀，对方肯定是最强的接招啊，咱们这样岂不是很容易丢掉这个环节？有道理。说到点儿上了，而且如果我们选择质询的话，这个环节当中的3分钟，我们就要与对手共同瓜分，同时还要面临对手的不确定性。所以我建议我们集体选择申论，放弃质询。而且在历史上很少有一支队伍去选择质询而放弃申论。这次比赛还有个最大的改变，这一次是观众投票制，每个环节观众都会进行投票，投票百分比会实时显示，每个环节结束的时候锁定数据。那怎么样才能算赢呢？最后计算总票数，听懂了吗？也就是说，无论哪支队伍在从头到尾的比赛当中，任意环节都拿到了赢面，最后在观众投票中大比分落后，依然会输掉比赛。那这留了很多战术空间啊。没错，但是要是把评分权给观众，我再考虑。这是一个永恒的争论，辩论到底是应该征服对手还是观众？或者都不说服，而是追求辩题的思想深度呢？但是如果追求深度，那交给观众肯定就是不行的呀，因为观众的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会让辩手把精力都放在吸引观众上面，很难有深度。我觉得还好吧，这样可以把辩论赛市场化，起码观众爱听啊。我没那么高大上的追求，我觉得只要能赢就行。说得好，同志们，不管怎么样，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讲都没有任何的选择余地，就是让我们带着镣铐去跳舞，希望大家能全力以赴。这场比赛是3人制的，我跟小豪已经商量过了，由南北小鱼和团子，你们3个上。别！我自己都还没搞定怎么跟我爹交流呢，小豪姐上吧。小豪，那要不还是你来？好，废话少说，孩儿们，咱们操练起来。这种不用上场的轻松感真的是，欢迎大家来到青冠杯辩论赛，也是今天省联赛积分赛的比赛现场。在我右手边是今天的正方东港交通大学辩论队，他们曾连续3年荣获区域赛冠军。今天他们的观点是家庭关系中做自己更重要，让我们欢迎他们。好硬啊，难啃啊。你下次换一下吧，这个太硬了。这你摆着就不错了，吃吧。而挑战他们的反方，则是在一连串比赛中大放异彩、异军突起的235辩论队，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本次比赛采用2020工业杯 C3赛制，首先由双方辩手轮流发言，选择申论或质询。本次比赛的结果由现场观众共同投票决定，每位观众可改投3次，请各位观众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利，做出负责的选择。现在我宣布本场比赛正式开始，下面有请正方一辩首先发言，请问选择申论还是质询？申论，不出所料。有请正方一辩进行申论。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首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国，一个包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兄妹在内的基本8口之家，拥有几种家庭关系？我是我爸妈的女儿，我是我爷爷的孙女，我是我外公的外孙女，我是弟弟的姐姐，我爸爸又是我爷爷的儿子，妈妈的丈夫，外婆的女婿。然后，
其实呢，有一个家庭关系数的方程式是家庭关系数等于总人数减1除以2。这样算来，一个普通的家庭中就有28种不同的家庭关系。你是爸爸的同时，也是儿子、丈夫、女婿；你是儿子的同时，也是哥哥或弟弟、孙子或外孙。我们之所以在如此纷繁复杂的家庭关系中，依然还觉得游刃有余，似乎也没有焦头烂额嘛？您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吗？这就是因为所有角色的背后都是你自己，你只要做好你自己。而做好自己，在我们看来就是一切健康关系的基石。做好自己，做好扮演着28个不同角色的自己，已属不易。纵观古往今来，杀兄弑父、众叛亲离，哪一出家庭悲剧的产生不是因为家庭身份的错位或缺失造成的？你以为我愿意每天都喝得烂醉如泥吗？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以为我还愿意跟你在一起吗？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一句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用道德绑架将多少家庭关系推向了支离破碎、分崩离析。反观那些幸福的家庭，父慈子孝、兄恭弟友，哪一个不是因为做好了自己的分内之事，才能够实现家庭的团结和睦呢？希望我们放下为了家人的幌子，扛起家庭责任，做好自己的大旗，不要再以爱之名伤害家庭。谢谢。我去，这姐们什么路子啊？我知道她说的肯定不对，但我听不出来什么问题啊。淡定点儿，小场面。小何姐，给我的。下面有请反方一辩发言，请问您选择申论还是质询？申论，有请。谢谢主席。大家好，刚刚对方辩友说家庭关系太复杂了，我应付不来，所以我只能做好自己。对方给出的论据叫家庭关系数，公式简洁明了，但数字既没有温度也没有意义。我当然不能做爷爷的女儿，也做不了爸爸的妻子，但我不能替爷爷爸爸照顾他们吗？感同身受不是取代，设身处地更不是复制吧？家庭关系真的有那么复杂吗？母亲为了你怀胎10月一朝分娩，父亲为了你戒烟戒酒努力工作，我看到的分明是简单直白的爱，它到底复杂在哪儿？即使就如对方辩友所说，你有28种家庭关系，那这何尝又不是28份爱呢？古往今来，杀兄弑父者哪个不是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者哪个又不是为了一己私利？那么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我方认为，恰恰就是因为他们都太顾着做好自己了。对方辩友说，父慈子孝、兄恭弟友是家庭和谐的典范，但正确的读法应该是父慈子，子孝父，兄恭弟，弟有兄吧。父亲为了孩子，孩子为了父亲，哥哥为了弟弟，弟弟为了哥哥，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家，不是吗？乌鸦反哺，羊羔跪乳，这是自然界万物都通晓的道理。亲情让看上去不符合物竞天择的利他性，变成了牢牢维系家庭关系的最有力纽带。我方认为，在家庭关系中，为家人比做自己更重要，因为只有你发自内心的为了他们，想着他们，我们才可以叫做一家人。谢谢。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反问当中还能做申论，还得是小好啊！真没想到小好姐姐也能打情绪了，我这心都快化了。场面确实很精彩，但是为了场面优势，牺牲了申论的理性辩述。怕什么？这场有没有评委？对方辩友说为家人是一种利他性，在家庭关系中利他性一定是好的吗？未必见得。大家都读过欧亨利的《礼物》，丈夫为了给妻子买梳子而卖掉了手表，妻子为了给丈夫买表带而剪掉了头发。这固然是一段美好的感情，可是让它成为不朽名篇的，究竟是因为这段感情的美好吗？不是，而是因为这段感情的苦涩。这段关系苦涩的根源在于两个人都忘掉了做自己才是一段感情的基石。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两点之间的线，是不是首先要有我这个点，这个线才能连得起来呢？如果我们大家都像这对夫妻一样，丧失了自我的这个点，我们最后得到的只能是失去头发的梳子和没有手表的表带。我们都说为你好，为你好，常常是我们以为的为你好。我们经常因为孩子的一句“哎呀真好吃”，我们就做一道菜一直做。因为我喜欢詹姆斯卡梅隆，我的女朋友就攒着生活费给我买《终结者》的典藏版。但是我喜欢的是《阿凡达》呀。那么最惨的是，我还得陪着他一块儿看《终结者》。
所以说，各位，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没有人能够完全的了解另外一个人呢？哪怕你是他的妻子、丈夫、父母、儿女都不可能。那么既然不能，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好我们自己呢？家庭关系中没有多少大是大非，都是锅勺难免不碰锅沿的鸡毛蒜皮。做好自己，充分表达自我诉求，让家庭关系中的多样性保持求同存异，那这些问题和矛盾才不会因为不好说、不敢做而积重难返、铸就大错。难道非得让我们牺牲我们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换取对方一个不需要的礼物吗？不要这样，做自己更重要。谢谢。战况有点激烈呀！糟了，小鱼准备的申论跟他的观点完全不合呀。接下来是反方二辩的发言时间，请问反方二辩采取申论还是质询？小鱼，小鱼，小鱼。请问反方二辩。我选质询。怎么跟说好的不一样啊？还原时间只有3分钟，质询效果肯定比不上申论。小鱼到底在想什么呀？相信他，他有数。有数什么有数？你别吃了。那么下面就有请反方二辩对正方任意辩手进行质询，时间为3分钟。对方辩友您好。您好。您刚才说，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对别人是真的好，对吗？是。可是家人不应该是最了解我的人吗？我最爱吃妈妈做的蛋炒饭，这才知道啊。为什么您非要说她不知道呢？您妈妈知道你爱吃蛋炒饭，是不是首先因为你做了自己，表达出来你的喜爱，她才能知道的呢？所以在您方的定义中，只要真诚就是做自己，为家人一定就是虚情假意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当做自己和为家人产生冲突的时候，做自己是更真实的选择。我爸特别爱吃鸡腿，可是他每次的选择让给我吃，请问这是他做自己还是为了我呢？是为了你啊，所以说他。可这难道不是出自他真实的内心吗？他的选择难道是虚情假意的吗？我们退一步讲，对方辩友，您说的对。可是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恐怕没有您想象的这么简单。比如说催婚，我是要忠于自己的选择，还是为了父母的安心去匆忙的了结人生大事呢？这个赛制下质询反问不犯规，他们想用反问带动节奏。小鱼不会上当的，他会反问回去的。父母为什么会催婚？可能是您的父母着急抱孙子呗。您那是催生吧？对方没有，那你都太年轻了。结婚生子啊，这是一个词语啊，分2步走而已嘛。结婚生子，人生乐事，父母希望你早日幸福，有什么不对？父母希望我幸福，所以说催婚，但是催婚就变成我人生当中最不幸的事儿。对方没有，在我看来是完美的诠释，为他人不如做自己嘛。这家伙还是有点东西。催婚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是父母为你着想造成的吗？他们不过是希望远在异乡的你有口热饭吃，有干净的衣服穿，生病了有个人能照顾你，这又有什么问题？可是您不想结婚，这不就出现问题了吗？所以只要观点不同，就一定会有问题，对吗？难道不是吗？那和而不同的状态是不存在的了？和而不同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可是家庭关系中出现问题，不就是因为家庭之间家人的观点不同吗？不是。不同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法理解家人的不同，因为无法理解而导致家庭关系出现问题。此时做自己还是最重要的吗？即便如此，做自己作为一切健康关系的基石，不是更重要吗？基础的重要性，我方一辩刚刚已经反驳过了。请问您方更重要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就是基础性。请问您方的标准是什么呢？做自己和为家人哪个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哪个就更重要。所以说对方辩友，做自己更有利于解决问题，您方为家人那叫逃避问题啊。非常好，所以对方辩友，您是认同我方的判断标准了吗？谢谢对方辩友。这个又没有拿下来啊！我还以为没问题呢。没事，虽然这一轮我们吃了小亏，但占了大便宜。虽然场面上小赢，但是被对方占据了判断标准和比较共识，这就比较难办了。能在这轮质询上确立标准，整个自由辩论就更有把握了。而且比赛的结果是所有的环节票数相加计算的，单场的胜负没那么重要。那接下来的胜负就看自由辩论了。如果对方放弃本质探讨，只聊解决家庭问题的方法论，只会让我们失去更多的战场，必须拉回来。
利用现有的优势，抓住方法论的战场，打掉他们的立论。小雨，接下来是本场比赛的自由辩论环节，双方交替发言，每方时间各4分钟。从正方先开始，有请。如果你有一个家暴的丈夫，请问你是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做自己，还是为了所谓的和气不予反抗呢？各位记住，遇到家暴，报警、离婚、分财产，一波流程走起，这才是对你和娘家人的最大负责。反倒是这位丈夫的家暴行为，不正说明了只为自己不为家人的可怕吗？如果一个人的性格暴躁、顽劣不堪，你还会认为这样的人做自己有利于家庭关系吗？按照您的说法，是不是如果他天性温良，做自己，对家庭关系就更好了呢？那到底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呢？您方是质疑做自己，还是歧视性格缺陷呢？伏地魔这种现象算不算为家人的弊端呢？伏地魔的产生于一种畸形的家庭关系与认知。这方面我不要逃避嘛，请直接回答我，算不算为家人的弊端？我觉得不算。怎么不算？每一个被叫做伏地魔的女人都在背叛自己与丈夫的小家，又怎么能算是为家人呢？小鱼是真的爱套逻辑。因为那不讲道理啊。伏地魔现象的出现，是因为长期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导致的畸形价值观，而非单纯的做自己还是为家人的选择问题。说到底，重男轻女才是伏地魔的元凶。2013年，江西的一位老父亲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娶个媳妇儿，省吃俭用被榨干，结果还遭受到了儿子的虐待。如果他肯做自己的话，是不是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呢？为儿女考虑乃至人之常情，你不去指责那个贪得无厌的儿子，却去指责一个为孩子掏尽心血的父亲，您心不会痛吗？为家人是不是一种对家人的妥协和包容呢？不对，为家人是种心态，而不一定是非常具体的行为。所以对方辩友的观点就是为家人心里想想就好，身体却是很诚实的做自己喽。双方纠缠不下，场面上分不出来，那对我们是好事儿。我方强调的为家人是感同身受，从而促进交流与沟通的一种方式。一对老夫妻，丈夫喜欢吃鱼头，妻子喜欢吃鱼尾。为了彼此，他们都把自己喜欢的那部分给对方吃，结果谁都没能吃到自己喜欢的那部分。为家人为什么没有促进沟通，反而在沉默中消耗了彼此的心意呢？对方辩友，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啊，你不会觉得很暖心吗？如果他们都只顾着做自己的话，那这样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爱情故事同样还有很多，都可以感人至深。但是如果把盲目奉献标榜成爱情故事的话，是不是对真爱最大的误解呢？你是说用一辈子不吃鱼头来换一份一生挚爱吗？我愿意呀，毕竟真爱难得，我不吃鱼头还可以吃火锅、烧烤、冰淇淋，不是吗？我也愿意。秀恩爱了，习惯就好。我都30了。10年前，我爸为了我好，死活不让我买比特币，非说都是骗子。于是财务自由与我擦肩而过。怎么为了家人反而害了家人呢？哎，恰好在10年前，我在中学的时候也要创业开店，谁劝我都不听，结果赔得血本无归。为什么做自己也会这么惨呢？如果不先做自己，你问我想吃什么都行，我想要什么都行，看似和平的状况，家人却听不到我的心声，如何才能真正的为我好呢？我觉得您可以先做好自己。所以做自己是为家人的前提，对吗？前提就等于更重要吗？对方辩友，您不记得我们刚刚确认过的判断标准了吗？感觉小鱼又被逼回标准线了，还差点，继续攻。要找到一个突破点，把辩题从场面上拉回核心议题。妈宝男处处考虑妈妈的感受，算不算好男人呢？我觉得妈宝男不是处处考虑妈妈，他是觉得他妈妈说的都对。他妈不可能什么都对呀，他觉得他妈都对，这难道不是问题吗？是问题啊，所以我从来没有认同过妈宝男就是正确的呀。相反的是，让自己的儿子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这是为了儿子吗？这是单纯的满足自己。抱歉啊，对不起。大学报志愿，我想学文学，而父母让我学金融，我该不该为了父母而放弃自己的梦想呢？这个时候，您的父母应该尊重您的意愿，多为家人着想，多沟通，多理解嘛。当家人与自己的意愿发生冲突时，如果为家人更重要，不应该遵循家人的意愿吗？不一定啊，对方辩友，这也不一定，那也不一定，那什么才叫更重要呢？在这个例子中，不论是你还是父母，都为家人想一想，矛盾就不会产生。同样，不论是你还是父母，如果大家都只顾着做自己的话，矛盾就不可避免。这不就正说明着为家人更重要吗？反过来说，一个良好的家庭关系是不是矛盾越少越好呢？避免矛盾一定有利于家庭关系吗？有时候斗斗嘴也不失为一种家庭情绪嘛。所以矛盾多了反而是良好家庭关系的标志了。漂亮。天凉
凉了，我要不要为了我妈而穿秋裤？穿秋裤算家庭关系吗？不算吗？好吧，算。穿秋裤是妈妈对你表达关心的方式，可你偏偏为了做自己而去顶撞父母，辜负了好心，把关心当成矛盾，好好的家庭关系就变成鸡飞狗跳的闹剧，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吗？但凡我方列举出为家人的各种弊端，对方就说这是不健康的家庭关系，而不是为家人的错。那么我想请问对方辩友，到底什么才是为家人呢？就是这个。我认为是妥协和包容。那做自己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原则和坚持。因此，我们今天真正要讨论的，正是基于以下2点共识，在类似家庭这样的亲密关系中，妥协和坚持到底哪个更重要，对吗？我觉得您说的没错。认了。是，完美清理有素。接下来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总结陈词。双方时间各3分半，从反方先开始，有请。谢谢主席。大家好，我觉得对方辩友说的没错。我们今天讨论的辩题就是讨论在家庭的亲密关系中，妥协和坚持到底哪一个更重要。但我们似乎好像没有想明白一个问题：我们妥协的是什么？坚持的又是什么？对方辩友当然会说，我们坚持的是自我，是独立，是人格不被干扰。但是，当我们在外出求学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关系真的就变好了吗？仔细想一想，我们上一次和父母通话到底是谁打给谁的？我们和父母的聊天记录最多的到底是不是转账记录呢？我们和父母的话越来越少，父母也曾将最不可违抗的命令变成现在小心翼翼的询问。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不应该是。我们的父母难道没有年轻过吗？我们的父母难道没有过青春吗？他们曾经也烫着头，穿着喇叭裤，扛着收音机，想变成一个歌手，想组成一个乐队，想完成自己的梦想。是什么让他们理了平头，穿上衬衫，日复一日的2点一线？是我，是我们，是每一个家人。有一次，我在我爸喝醉酒之后，我问他：“为了我放弃你自己的梦想，你后悔吗？”以前啊，总以为音乐是我最重要的东西，但后来才发现，你们才是我最重要的。所以啊，我就剃掉头发，卖掉吉他，给你去充奶粉钱去了。爸，那您后悔吗？你做我的儿子，你后悔吗？他笑着反问我说：“做我的儿子，你后悔吗？”我当时一愣，我抬眼看到全家福，爷爷奶奶安度晚年，父母携手过了大半辈子，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那天我们谁也没有回答谁，但那天晚上，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我们并不主张在家庭发生冲突的时候去牺牲自己，但是能否，当我们在处理人生这段最重要的关系的时候，多去想想家人的感受，多去体会体会他们的处境，因为有一天，我们就成了他们。谢谢。吃什么？吃什么？我们这次一定要吃顿好吃的。再这样下去，我都不知道希望你们赢好还是输好了。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哎呀，你俩别再撒狗粮了。我这叫事业爱情双丰收，好吗？小鱼，功臣，功臣，他谁啊？
他是小鱼高中的男神。写一首情歌给你，唱不出。